亲爱的朋友，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问？明明饮食清淡，每天散步，生活习惯也算健康，可为什么还是觉得腿脚越来越不灵活？上下楼梯吃力，走远一点就酸胀，甚至只是从椅子上站起来都需要深呼吸一下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年纪大了，正常，但其实你每天吃进去的水果，也许正是悄悄让双腿变弱的关键。我们常说多吃水果身体好，可真相是，并不是每一种水果都适合中老年人。有些水果含糖高，刺激性强，不但升血糖快，还可能加重关节发炎、腿部水肿，让您的腿一天比一天沉，一步比一步难走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7种水果的真相。它们看起来天然健康，但对腿脚退化的长辈来说，却可能是隐形的慢性伤害。我们一一来看。第一种水果，很多人以为它能消炎去肿，但实际上它也许正是您腿痛反复、关节不舒服的幕后黑手。我们先从凤梨开始说起。凤梨它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，酸甜多汁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再加上大家常听说它含有凤梨酵素，能帮助消化、消炎，所以许多长辈也爱吃。但医生提醒，凤梨虽然有益成分，却不一定适合60岁以上的朋友长期大量食用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它的糖分高，每100克凤梨大约含有10克天然果糖。这些糖分进入身体后，会让血糖迅速上升，血糖波动过大就会影响微血管的健康。而我们的腿部、脚掌正是最依赖微循环的地方，久而久之，腿脚的供氧不足，就容易出现疲劳、酸胀，甚至刺痛感。其次，凤梨的酸性强，对关节有慢性刺激，尤其是已经有发炎、退化性关节炎的朋友，吃多了凤梨反而会加重疼痛感。还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，凤梨中的凤梨酵素虽然有助于分解蛋白质，但它也会影响某些药物的吸收，特别是服用抗凝血剂、阿司匹林等药物的朋友，吃凤梨要格外小心，避免出现药效变强或流鼻血等情况。所以，凤梨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吃得对，吃得巧。食用建议，每次食用不超过2-3片，最好选熟度适中、不太酸的凤梨。饭后吃，避免空腹刺激胃部。服药者应先咨询医生，再决定是否食用。所以，凤梨虽然美味，但60岁以上的朋友吃的时候要有分寸，别让看起来健康的水果悄悄埋下腿脚不适的种子。说到健康水果，还有一种大家几乎每天都在吃，早餐搭牛奶，午餐配面包，下午饿了也来一根，它就是香蕉。但您知道吗？这种看似对身体有帮助的能量水果，一不小心吃错了，可能会让腿越来越沉，走路越来越难。香蕉的确含有钾离子，在年轻时能帮助我们平衡电解质，预防抽筋。但对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香蕉也藏着几个健康陷阱。第一，它的糖分和碳水含量高，每根香蕉大约含有15克糖分，尤其是熟透了的香蕉，甜味越强，升糖速度也越快。老年人的胰岛素调节能力本来就下降，一根香蕉下肚，血糖容易飙升，结果是血液循环更差，腿部供氧变慢，久而久之就会感到双腿沉重、酸胀，甚至小腿抽筋。第二，香蕉容易引起水分滞留，特别是有心脏病、高血压的长辈，吃多了香蕉，反而可能让腿脚浮肿，一整天下来，脚腕肿的鞋都难穿。第三，香蕉虽然含钾，但钾必须与钙、镁、电解质平衡才能对抗抽筋。如果只是单独吃香蕉，可能反而打破身体电解质平衡，让抽筋更频繁，腿更酸。我们来听听林伯伯的经验。他今年72岁，每天都吃1根香蕉当早餐。原本觉得有助排便，也能补充体力，但最近常常走几步路就觉得腿麻、脚沉重。
后来医生建议他减少香蕉摄取，改成搭配优格和坚果一起吃，并控制每天不超过半根。1个月后，他的腿部不适明显减轻了。亲爱的朋友，香蕉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吃得对。建议每天吃不超过半根，挑那种还没完全熟透、颜色偏青的香蕉，这样糖分比较低，也比较不容易刺激血糖。另外，空腹和睡前尽量别吃香蕉，最好搭配一些坚果或优格一起吃，可以帮助身体慢慢吸收糖分，避免血糖一下子冲得太高，影响腿脚循环。如果您本身有糖尿病、高血压或是血糖偏高的状况，建议您改吃一些升糖指数较低的水果，像是蓝莓、牛油果或是梨子，会更适合现在的身体状态。吃得聪明，身体才不会吃亏。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外表小巧甜甜的水果，但它可能是让你腿肿脚麻的幕后黑手，它就是葡萄。朋友们，葡萄这种水果真的很讨喜，小小颗，香甜多汁，一吃就停不下来。不少长辈喜欢下午泡壶茶，配上一小串葡萄，觉得既解馋又补身体。但医生提醒，对6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，葡萄吃太多可能会让腿越来越肿，甚至影响关节健康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第一，葡萄的甜是陷阱。别看它小小一颗，其实含有大量果糖。这种果糖不会像葡萄糖那样被全身细胞利用，而是直接被肝脏代谢，容易转成脂肪或尿酸。尿酸高会发生什么事？它会在关节堆积，尤其是脚趾、脚踝、膝盖这些地方，造成酸痛、肿胀，甚至像痛风那样的刺痛感。第二，果糖还会引发慢性发炎，对原本就有退化性关节炎或骨质疏松的长者，葡萄中的果糖会加重炎症反应，导致腿脚活动变得困难，越走越沉重。第三，葡萄太容易吃过头。你有没有试过？原本只想吃几颗，结果边看电视边吃，一不小心吃了好几把。这样糖分一口接一口，血糖波动，尿酸升高，腿脚肿胀就在所难免。听听王太太的故事，她69岁，平常血压血糖都稳定，最近却老觉得小腿酸胀，走不远路，特别是傍晚时脚踝常常浮肿。她以为是天气热，水喝太少，直到家人提醒她，你是不是最近常吃葡萄？她这才发现，几乎每天都在吃葡萄解嘴馋，有时候还配着葡萄干一起吃。后来调整饮食，减少果糖摄取，浮肿慢慢减轻，腿也不再酸麻。亲爱的朋友，葡萄其实并不是完全不能吃，只是要吃得节制，吃得聪明。建议每天最多1小把，大约10到15颗就好。最好安排在白天吃，尽量避免晚餐后或者睡前吃葡萄，因为那个时候身体代谢比较慢，容易让糖分堆积，影响血糖和循环。吃葡萄的时候，建议选带皮、颗粒小的品种，因为葡萄皮里含有比较多的抗氧化成分，对身体是加分的。不过，如果您有尿酸偏高、关节炎或者腿部容易水肿的问题，那就要特别小心了。葡萄和葡萄干最好少吃，可以改吃一些含糖量比较低，而且抗发炎能力强的水果，像是蓝莓、樱桃或牛油果，会更适合保护腿脚的健康。说到这里，您可能也会好奇，还有哪种水果虽然吃起来清爽解渴，但其实隐藏着不少风险呢？下一段我们就来聊聊那种看起来水水嫩嫩、凉凉爽爽，很多人说是夏天最解渴的水果，但它的糖分可能正悄悄让腿脚越来越无力。没错，说的就是西瓜。朋友，西瓜是很多长辈夏天的最爱，清凉多汁，咬下去甜甜的，一块接一块，感觉比喝水还解渴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吃完一大盘西瓜后，不但没有精神，反而腿脚发沉，走几步就觉得没力，膝盖卡卡，脚踝发酸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有科学根据的。医生提醒，西瓜的确是高水分水果，但它同时也是高升糖水果，
也就是说，吃下去会让血糖飙得很快。年纪越大，我们的血糖调节能力越弱，吃太多西瓜，身体一下子处理不过来，就会造成血糖忽高忽低，影响循环。循环差，最先反映出来的地方就是腿。腿会有什么表现？第一，走路没劲，膝盖感觉空空的。第二，脚踝肿胀，站久就胀痛。第三，上楼梯费力，下楼怕滑。更严重的还会出现抽筋、麻痹、酸软无力。你以为自己是老了，但其实是西瓜吃多了，导致腿部肌肉得不到足够养分，血流也变差。而且西瓜太容易一不小心吃多了，有没有试过？切一半放进冰箱，想着每次只吃几口，结果3天不到就吃光，还以为自己没吃正餐，应该没关系。但你吃下去的糖分，其实比1碗饭还高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很多人喜欢晚上吃西瓜，一边追剧一边啃，或者饭后来一大块。但晚上血液循环变慢，糖分更难代谢，这时候吃西瓜对腿的伤害反而更大。西瓜是可以吃的，但要掌握3个关键原则，吃得巧才不会对腿脚造成负担。第一，控制分量，每次最多1小碗，大约150克就好，切成小块，慢慢吃，别一口接一口，更不要一坐下来就吃半颗西瓜，那样对血糖和消化都不好。第二，注意时间，西瓜最好在白天吃，尤其是中午到下午之间，不要晚上吃，尤其是睡前，也别饭后马上就吃，这样会让肠胃太辛苦，血糖也容易一下子飙高。第三，可以搭配其他食物一起吃，像是几颗坚果、一点酪乳或是水煮蛋，这些都能帮忙减缓糖分吸收，避免让血糖突然大起大落。如果您有糖尿病、血压偏高、腿脚水肿，或者最近腿力变差的情况，那西瓜就真的要少吃一点了。可以选择其他比较温和、升糖指数低、抗氧化强的水果，像是蓝莓、木瓜或者牛油果，对腿脚比较友善，也更适合长期养护。接下来要讲的这种水果，几乎每天早餐都会出现，被认为是增强免疫力的代表，但其中隐藏的酸可能正悄悄攻击您的关节。说到增强免疫力，大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？对了，就是橙子。维生素 C 高，口感酸甜，很多人早餐都会来上一杯橙汁，觉得这一天就健康开启了。但你可能没注意，这杯橙汁或是这一颗酸橙，对年纪渐长的腿关节可能正是一种慢性的刺激。医生指出，橙子虽然富含维生素 C， 但它也富含一种叫柠檬酸与果酸的成分，这类酸性物质进入体内，如果代谢不好，就可能刺激关节，引发炎症。尤其是对于原本就有关节退化、风湿或是慢性关节疼痛的长辈来说，橙子的酸不是补药，而是火上加油。你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：早上刚起床，膝盖酸胀，脚踝僵硬，得活动一阵子才能缓过来；或是坐久了要站起来，感觉膝盖发卡，腿脚发紧。这些都可能是酸性物质刺激关节组织的表现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喝橙汁比吃橙子更容易过量。一杯橙汁可能用了2到3颗橙，却去掉了纤维，只留下高浓度的果糖和酸，这对年长者的血糖、胃肠、关节循环系统都是一种负担。再加上早上是血液循环刚刚启动的时间，如果空腹喝橙汁，刺激更明显，甚至会导致胃酸逆流、心悸、下肢酸痛。橙子虽然富含维生素 C， 但吃法不对，反而可能刺激关节。来听听医生怎么建议。第一，橙子要吃整颗，不建议榨成果汁，因为果汁把天然的纤维都过滤掉了，血糖容易升得快，也更容易刺激发炎反应。第二，千万不要空腹吃橙子，最好是在餐后吃，或者搭配几颗坚果，可以平衡酸性，减少对胃和关节的刺激。第三，一天吃橙子的量不要超过半颗中等大小的，
尤其是本身有关节炎、风湿病史的朋友，建议降低摄取频率，改吃一些比较温和的水果，像是木瓜、梨子或限量的香蕉，对关节比较友善。第四，如果你发现自己早上起床时常常有脚踝僵硬、关节酸痛的情况，可以试试看停吃橙子1周，观察看看症状有没有改善。有时候小小的改变就能带来明显的身体回馈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种水果，很多人以为它糖分少、热量低，而且口感清爽，甚至有人睡前当宵夜吃。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它可能正是引发膝盖酸、脚底紧绷的幕后元凶。很多人都说，我不吃甜的红苹果，我吃青苹果比较健康。确实，青苹果糖分相对低，口感也比较清脆清爽，常常被视为减糖健康选项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份清爽的背后，可能正悄悄咬住你的膝盖。青苹果最大的特点是酸，这种酸来自苹果酸 malic acid， 听起来好像很天然，没问题。但对年纪大、关节本来就有些退化的人来说，苹果酸其实是一种刺激物。医生指出，苹果酸进入体内后，可能刺激关节内膜组织，特别是已经有慢性发炎、关节磨损的人，会加重原本的红肿、酸痛，让你早上起床时感觉膝盖卡卡的，或者走路一段路后觉得膝头烧烧的。你可能还会发现，吃完青苹果后脚底发麻、腿酸，甚至有点像抽筋前的紧绷感。这是因为苹果酸可能影响到微循环系统，使下肢末端血液回流变差。而且青苹果虽说糖分低，但也是果糖的来源之一。果糖代谢靠的是肝脏，对于代谢功能变慢的长辈来说，太多果糖会导致血糖波动、神经反应迟钝，让腿部动作慢下来，协调力变差。有一位68岁的林大哥分享，他每天晚上习惯吃一颗青苹果，觉得清爽助消化。但他最近发现，每天起床时膝盖都酸，脚踝也感觉卡住。后来在医生建议下停吃1个礼拜，竟然觉得腿轻松多了，走楼梯也顺畅不少。青苹果虽然口感清爽，但对腿脚和关节其实不一定适合。以下几点建议值得您参考。第一，青苹果建议减少为每周1到2次，尽量不要空腹吃，也避免在临睡前食用，减少刺激和血糖波动。第二，若您本身有膝盖酸痛、关节退化或者风湿病史，建议选择温和型的水果，例如木瓜、梨子或是少量的香蕉，对关节更友善。第三，如果您发现吃完青苹果后出现脚麻、腿紧、膝盖痛等不适，可以先停吃1周，观察身体的反应，看看症状是否有所改善。第四，别忘了，不是所有酸味水果都等于健康。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关节来说，过酸的水果反而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讯。那最后，我们来聊聊一个很多人都爱吃，却容易被忽略风险的水果——芒果。夏天一到，冰凉甜香的芒果几乎成了不少中老年朋友冰箱里的常客。不管是做成果汁、甜品，还是切一块直接吃，香气扑鼻，口感绵密，很难抗拒。但医生提醒，芒果其实是水果中的隐形糖王。一个中等大小的芒果含糖量高达25克，相当于6块方糖。而且芒果中的糖属于单糖，很容易被身体快速吸收，引起血糖飙升。对年纪大、代谢慢的身体来说，这种血糖波动最先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腿和关节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吃完芒果不久，突然觉得腿发沉，脚踝胀胀的，甚至轻微抽痛，或者走路时忽然感到膝盖发软，小腿有点发热发胀，这些都可能是血糖飙高后引起的炎症反应在作祟。更别说，如果您本身有糖尿病前期、关节退化或是神经末梢循环不佳的问题，芒果的高糖刺激很可能加速症状，让腿部慢性炎症加重。除了糖，芒果中的果酸也容易刺激肠胃，对胃酸过多或胃敏感的长辈来说，吃多了还可能造成反酸、腹胀等问题。
很多人以为芒果是天然水果，吃了没事，但天然不代表适合，尤其是对已经有血糖、关节或下肢循环问题的朋友来说，这种甜蜜诱惑其实是在慢慢消耗身体的稳定性。那是不是芒果就不能吃了呢？倒也不是。医生建议，如果实在想吃芒果，可以控制在每次几小块以内，别整颗吃。最好搭配高纤维、高蛋白的食物，比如一小把坚果或一杯原味优格，这样能延缓糖分吸收。而且吃的时间也很重要，别在饭后立刻吃芒果，更不要空腹或临睡前吃。白天活动量大的时段是比较理想的时间点。记住，芒果是美味，但对60岁以上的身体来说，太多的甜有时候就是一种负担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一起聊了7种看似健康，但对中老年腿脚可能带来负担的水果。是不是有些水果，你原本以为吃得很养生，结果却可能悄悄引发抽筋、发炎、血糖波动、关节酸痛？这并不是要您忌口戒掉所有水果，而是提醒大家，年纪越大越要吃对，而不是只吃好吃。我们来简单复习一下这7个腿脚不友善的水果。第一，菠萝，酸性强，糖分高，还可能与药物冲突。第二，香蕉，升糖速度快，易水肿，影响腿部循环。第三，葡萄，含果糖高，容易堆积尿酸，引发酸胀与发炎。第四，西瓜，看似解渴，实则升糖快，易导致膝盖浮肿无力。第五，橙子，果酸刺激，可能加重关节炎与腿部僵硬。第六，青苹果，含苹果酸，对肠胃与关节不够友好，容易诱发沉僵。第七，芒果甜度高，刺激大，若吃太多，恐怕就是甜蜜负担。我们再强调一次，水果不是敌人，而是需要智慧选择的朋友。会选，会搭配，控制分量，您依然可以享受水果带来的美味与健康。我们不是要您把水果都戒掉，而是学会选对，吃对。日常饮食中，多选些对腿脚友善的水果，比如黑莓、蓝莓，抗氧化、护血管，帮助循环更顺畅。牛油果，富含好脂肪，润滑关节，稳定血糖。樱桃可降尿酸，缓解痛风与膝盖不适。木瓜含天然酵素，帮助消化，也减少炎症。梨子低糖不刺激，适合口干舌燥、血糖高的长辈食用。记得选对水果是照顾腿力的第一步。亲爱的朋友，老化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吃，如何养。今天这集视频，希望能帮助您更懂身体的需求，守护您的每一步路。如果您听完之后发现自己最近也有类似问题，欢迎留言分享。您的经验也许正是别人改正饮食的提醒。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每周都会带来贴近中老年人的生活建议，陪您一起稳稳的老去，健健康康的活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